一起来看精彩短剧《福娃花卷致富我的小吃店》通古今故事解说。花卷找到一处位置极其偏僻的山脚小店，这里路况偏僻，没有地图根本无法寻到。他走进店内，询问店家是否还有吃食供应。此时小店尚未正式开业，店内没有准备正餐。店家告知花卷，店里只有方便面，若是他不嫌弃，可以为他泡一碗。花卷没有半点挑剔，表示只要能填饱肚子就可以。店家随即生火煮面。花卷特意叮嘱对方多加2个荷包蛋。很快，一碗热气腾腾的泡面出锅，店家招呼花卷趁热食用。花卷看着满满一碗丰盛的面食，顿时面露窘迫，坦言自己身上钱财不足，付不起这碗面的费用。店家性格和善，连忙安抚他不必在意，直言一碗面不值钱，煮好的面若是不吃，只会白白浪费。花卷心中满是感激，一边吃面一边感慨，自己从未吃过这么好吃的面。由于铜板不足以抵扣面钱，他拿出自己今日没卖完的自家种白萝卜，想要以此抵账，并承诺后续补齐差价。店家见状，执意拒收萝卜和钱款，大方免掉了他的面钱。用餐结束后，花卷打算将身上的古铜板拿去古玩店变现。他先来到一家商铺，准备购买2根猪铜骨，付款时却发现余额不足，还差300元。店铺老板留意到他随身携带的白萝卜，主动询问货源，得知是亲戚赠送后，当即提出买下这2根萝卜，打算回家炖汤。花卷不清楚萝卜的市价，一时有些无措。老板参照街边菜摊的价格，出价20文收购2根萝卜。花卷欣然应允，心里暗自感慨自己莫名赚到了一笔小钱。不久后，小店的老人家再次遇见花卷，打趣说道：“这般美味的面，只付2文钱，实在太过小气。”第2天，老人主动找到花卷，告知他昨日留下的白萝卜已经顺利卖出。花卷十分谦逊，直言自家萝卜不值价钱。随后拿出孙子上山捡拾的山板栗赠予老人，当作答谢。老人心头一暖，连忙询问花卷是否用餐，主动为他煮了一碗萝卜汤面，连连感叹自己有幸吃到这般美味的食物。花卷收下板栗，坚决不肯再收老人的钱款，认为板栗足以抵偿面钱。老人却十分随和，表示山板栗随处可捡，不值分毫。闲谈间隙，花卷发现老人的穿着打扮十分怪异，和自己认知中的服饰截然不同。但他此时腹中饥饿，没有深究异样，转而询问店内还有何种吃食。老人解释小店尚未开业，暂无多余餐食。同行的人对此十分不满，认为店家刻意推诿，质疑旁人可以用餐，自己却被区别对待，催促店家尽快备餐，并承诺会足额支付银两。花卷无奈告知对方，店内仅剩面条，愿意食用就留下，不愿食用便可另寻店铺。对方表示沿途只有这一家店铺，随即点了3碗面条。用餐结束后，花卷拿出糖果递给老人，让他带回去给孙子品尝。看着自己亲手做出的面食，花卷暗自感慨自己颇有做饭天赋。同行食客也连连夸赞，称花卷做的面条味道绝佳，远超自家府邸的专职厨子。就在这时，花卷察觉到周遭处处透着违和与怪异。他发现眼前的白银并非道具，而是真材实料。店内还摆放着一瓶进贡的宫廷御酒。心生疑虑的他开口询问一众食客的来历，以及深夜在外赶路的缘由。食客们纷纷回应，今日前往山中落霞寺为父辈祈福，返程途中遭遇暴雨，耽误了行程，才会深夜赶路。这番说辞让花卷彻底警觉，他清楚记得当日全城艳阳高照，毫无降雨迹象，且此地方圆10里都是商业街，无山林，无落霞寺。再看着众人古朴的车马行装，花卷瞬间醒悟，这些人并非现代人，自己意外穿越到了800年前的古代时空。为了验证猜想，花卷仔细查看了身上留存的古铜钱，钱币外观崭新，看着似假，实则是真正的古币。旁人告知他，这是祖辈遗留的古币，保存品相极佳。花卷快速盘算，这类古币在现代拍卖行单枚可售4000元左右，但拍卖周期长，还存在流拍和佣金风险。急于变现的花卷向古玩店老板提出当场交易，愿意以单枚2000元的价格出售古币。老板主动加价至2500元一枚，花卷当即成交。随后，老板拿出1块23克的古代碎银，告知其含银量低，仅作价300元。花卷思索片刻，拒绝售卖碎银，并告知老板后续有藏品再来交易，希望对方届时给自己高价结算。经历这场时空奇遇后，花卷认定自家山脚小店是一处宝藏店铺，决心好好经营，借此闯出一条致富路。他仔细规划经营模式，利用小店夜间可联通古代的特殊能力，多储备食材。他放弃制作复杂高端的精致菜品，主打简易便民的特色小吃，适配古代路人即吃即走的需求。没过多久，
昨日买过白萝卜的顾客再次上门，直言上次的萝卜炖汤味道极佳，想要再次回购。花卷告知对方，昨日的2根萝卜已经售罄，今日没有货源。顾客满心惋惜，感慨野生板栗也是难得的好物。说话间，他闻到店内的香气，发现花卷正在制作板栗烧鸡，当即买下这份菜品，还和同伴约定日后自行复刻。这笔交易让花卷入账140元。花卷盘算着自己赚到的现代货币需要逐步兑换成古代可用的物资，方便对接古代客人，长期经营小店。休整过后，小店正式开业，花卷热情接待上门客人，清晰介绍店内菜品与价格。板栗烧鸡配米饭30文一份，素丸子1文钱一串，荤丸子2文钱一串。客人点了1份板栗烧鸡，2串素丸子，随即询问店内是否售卖酒水。花卷致歉说明小店刚开业，暂无酒水供应，同时告知米饭可额外加购，2文钱一碗。客人随即要求多加1份米饭。用餐过后，客人对花卷的厨艺赞不绝口，打趣称她为仙女姐姐，执意要向她道谢。花卷哭笑不得，连忙解释自己只是普通人，并非仙女，但客人深信不疑，还表示会为她保守身份秘密。尝到甜头的客人当即出价3000元一枚，想要收购花卷手中的全部股币。后续又有客人上门，依旧点了招牌的板栗烧鸡和素丸子。花卷看着日渐充裕的收入，更加坚定了用心经营小店的想法。一位熟客再次登门，想要点此前吃过的面条，还要求打包2份带走。花卷告知今日没有面条，热情推荐新出锅的酸菜鱼，称菜品鲜香入味，刚好适合同行3人食用。随行仆从连忙推辞，直言身份低微，不敢与自家小姐同桌共食，有馒头咸菜即可。花卷十分贴心，表示小姐一人吃不完1锅酸菜鱼，主动帮忙分碗分装，让众人一同享用。众人率先喝汤，本以为清汤寡水，味道平淡，入口后却意外觉得滋味浓郁鲜美。有人不慎吃到辣味被呛到，花卷连忙致歉，坦言自己忘记提醒菜品偏辣，询问是否需要换菜，对方连忙摆手拒绝。为帮客人解辣，花卷端出自制奶茶，客人品尝后十分惊艳，称赞奶茶奶香醇厚，自带清甜，入口顺滑，瞬间冲淡了口中的辣味。喝完之后浑身舒畅，众人纷纷感慨这款茶饮口感独特，风味绝佳。用餐过后，同行的少女主动自我介绍，称自己名叫苏婉，随后礼貌询问花卷的姓名。花卷直白告知对方，自己名叫花卷，就是吃花卷的名字。苏婉十分喜欢这个名字，亲切称呼她为花卷姐姐，再三夸赞她的厨艺，直言日后会常来光顾。花卷热情应允，告知小店每日菜式不重样，随时欢迎她前来。天色渐晚，苏婉一行人辞别花卷，起身离去。夜幕降临，一堆陌生人叩响了小店的门。来人看着偏僻小店和独自看店的年轻女子，满心诧异，对花卷的穿着打扮也倍感好奇。同行之人连忙制止同伴失礼的言行，安抚花卷不必惊慌，并主动表明身份，他们是回京述职的御林军，因城中宵禁，只能在城外扎营休整。看到小店灯火，便前来采购吃食。花卷热情招呼众人进店，告知店内还有剩余吃食可供点餐。御林军士兵看着店内与众不同的餐食，满心疑惑。花卷简单解释，自己从远方而来，饮食习惯与本地不同，所以吃食风格格外独特。士兵们品尝过后，纷纷赞叹味道鲜香，彻底放下顾虑，安心用餐。有士兵询问店内酸菜鱼的菜品来历，花卷告知是用酸菜、鱼片搭配青花椒炖煮的特色菜。众人用餐结束后，想要采购剩余吃食带回营地，分给30多名未曾吃过热饭的同僚。花卷核对包子、馒头的数量，确认大致够用，随即让众人等候，帮忙将所有吃食加热。此前来过的猎户恰好再次上门，想要用餐，却发现店内餐食基本售罄。猎户见状，主动提出将自己打来的山鸡留给花卷售卖。花卷婉言谢绝，询问他的饮食喜好，承诺明日可为他准备食材。猎户别无要求，只希望能赚取铜板。花卷见他尚未用餐，将店内剩余的丸子赠与他食用。猎户吃完后赞不绝口，当即买下店内所有剩余丸子。闲谈中，御林军士兵感慨小店位置偏僻，若非赶路偏离官道，根本无人发现此处。此刻，花卷彻底笃定自己的小店拥有连通古今的特殊能力。士兵们闲聊起赶路的经历。此前南京大江暴雨频发，洪涝泛滥，多处城镇被淹，灾民无数，官府赈灾物资迟迟无法补给到位。他们奉命护送赈灾物资，将10日路程压缩至6日，一路上只能啃干馍、喝河水。即便如此，有限的物资也难以支撑灾民度日。
行军途中根本无暇讲究饮食好坏。随后，士兵们用自带的竹盒、木盒打包店内美食，因味道绝佳，特意多付银两，无需花卷找零。回到营地后，众人将美食分锅加热，温好包子馒头。深夜值守的士兵闻到浓郁香味，纷纷聚拢过来，生怕同伴独享美食。大家品尝后无比震惊，普通的馒头松软香甜，包子肉馅饱满，口感远超军中伙食。一众士兵纷纷约定休幕时专程前往小店打卡。另一边，古董市场内有人携带古币交易，店家查验纹路、氧化痕迹后确认是真品，给出8万元一块的赎客高价。交易人十分满意，同时打算将居所改成简约中式风格，避免造型突兀。曾经去过小店的女子向亲友极力推荐城外巫山脚下的特色小店，盛赞店内糕点松软香甜，还有名为奶茶的新奇饮品，口感绝妙。亲友从未听闻奶茶，满心好奇，打算连夜前往品尝。有人对此嗤之以鼻，认为偏僻小店难有精品，远不如城中飘香阁，还直言飘香阁糕点高价重在包装，并非口味绝佳。众人为此打赌，若是小店味道属实，质疑者便不再嘴硬；若是味道平平，便由推荐者买单。恰逢当晚取消宵禁，众人即刻结伴前往小店，生怕食材售罄。此时小店内，花卷盘点剩余食材，店内仅剩6块瑞士卷，各类奶茶库存也所剩不多。他精心烤制甜品，把控口感，打算客源稀少时优先售卖奶茶新品。苏婉带着一众好友登门，直接点了奶茶和此前吃过的圆形糕点。花卷热情接待，询问是否需要配齐4款口味的瑞士卷，众人欣然同意。同行原本无意点餐的人，也在众人劝说下，决定一同品尝。众人品尝完巧克力、咖啡口味的瑞士卷后，纷纷称赞甜品外层微涩，内层酥脆，甜苦交融的口感十分独特。花卷逐一介绍店内特色饮品，茉莉奶白搭配咸芝士与坚果碎，香气浓郁；鲜芋奶绿融合绿茶，牛乳与芋头，口感醇厚；桂花糯糯茶兼具桂花清香与糯米软糯；珍珠奶茶的圆子 Q 弹劲道，各有风味。众人各有所爱。用餐结束后，不少人打包新款瑞士卷，打算带回家赠与父母。一众亲友彻底打消质疑，由衷认可小店的美味，称这是自己吃过最好的吃食。随着客人不断涌入，店内餐食迅速售罄，花卷当即宣布当日停业。晚到的客人十分遗憾，想要打包剩余汤汁配馒头食用。花卷耐心安抚，承诺次日提前为其预留美食。此前的御林军士兵再次登门，主动提出可为小店包揽洗碗、跑堂、收拾桌面等杂活，无需工钱，只求每日能吃到店内剩余餐食。花卷告知小店暂不招人，士兵便默默守在店外。花卷心生不忍，特意煮了一碗拌面赠与他食用。士兵吃完后满心震撼，直言花卷如同仙人，能做出世间难寻的美味。花卷打趣反问，为何不觉得自己是妖怪？士兵立刻反驳，称妖怪性情残暴，茹毛饮血，断然做不出这般温润可口的吃食。花卷叮嘱他，小店的特殊吃食是专属秘密，不可对外宣扬。随后天色已晚，催促他尽快返程。次日，有客人提前预订30只烤羊，约定傍晚到店取货。昨日品尝过甜品的人向舅舅极力夸赞小店的瑞士卷，称口感轻软，奶香十足，是京城从未出现过的新品。舅舅十分诧异，认为这般绝佳手艺不该隐匿在偏僻山脚，担心同行抢先仿制，让自家万福楼错失商机。随即派人连夜前往小店探查虚实。2名探查者深夜抵达小店，店铺尚未开门，2人顶着寒风等候，满心不满，吐槽小店架子太大，甚至怀疑此前的好评都是店家请来的托。就在2人抱怨之际，店内飘出浓郁的新品香气，和此前的小龙虾香味截然不同，瞬间吸引了2人的注意力，满心期待新品上市。不久后，小店开门营业。花卷告知众人，店内空间狭小，需要有序排队，也可打包带走。随后他介绍当日新品为烤鸭，限量30份，先到先得，定价120文一份。新款糕点每人限购1块，单价80文。食客虽觉得价格偏高，却依旧抵挡不住美食诱惑，纷纷排队购买。花卷贴心告知众人烤鸭的2种吃法，可卷黄瓜、葱丝蘸酱食用，也可鸭皮蘸白糖品尝。为感谢士兵此前帮忙维持秩序，花卷特意安排他在柜台边用餐。士兵毫无怨言，直言有美食便可，不计较用餐位置。众人首次饮用快乐肥宅水，对新奇的饮品充满疑惑。尝试过后纷纷惊艳，称其堪比仙界琼浆，饮用后心情愉悦，通体舒畅。士兵再次主动请缨，想要长期在店内打杂，包揽所有脏活累活，不求工钱，
只求每日可享用店内餐食。闲暇之余，花卷暗自纠结，自己积攒了大量古代铜板，贸然售卖容易惹上事端，留存手中又无法变现使用。与此同时，吃过小店美食的客人都念念不忘，不少人深夜做梦都在品尝小店的烤鸭和甜品，次日便相约再次打卡。食客对比城中店铺的烤鸭，感慨市面烤鸭肉质粗糙，膻味浓重，和小店的精致美食相比天差地别，让人倍感扫兴。此时花卷账户到账30万元，他十分欣喜，决定暂停营业7日，出门进货储备食材，添置新衣，同时规划后续新增火锅品类，丰富小店菜品。小店停业期间，无数食客慕名扑空，满心遗憾，即便进城四处寻觅，也找不到能媲美小店的美味。数日后，一位大叔带着孙女来到小店，告知花卷前几日老伴生病卧床，胃口全无，今日身体稍有好转，便带着孙女进城卖菜，顺路前来探望。小姑娘乖巧向花卷问好，花卷温柔让她称呼自己花卷姐姐。得知小姑娘年方18，随后大叔将自家种的萝卜、山里采的野菌子赠予花卷，以此感谢她此前的善意。花卷十分感动，主动提出帮忙售卖这些天然食材。大叔此次前来另有请求，坦言老伴病后多日不思饮食，想拜托花卷煮一碗开胃面条。花卷欣然应允，考虑到方便面营养不足，特意额外煮了一锅粥，让大叔一并带回给病人食用。大叔和孙女看着丰盛的吃食，自觉太过贵重，不愿收下，打算带回家分给家人。小姑娘十分懂事，主动将鸡腿让给生病的奶奶和年幼的弟弟。花卷单独为小姑娘预留了一份吃食，同时婉拒了大叔的酬谢，告知对方收下食材便是最好的回报，不必额外破费。大叔满心感激，告知花卷自己片刻就回，随后匆匆离去。大叔离开后，此前的士兵再次登门，看到闭店告示，十分疑惑，询问花卷为何重新开门。花卷反问他既看到停业通知，为何依旧前来。士兵坦言自己放心不下小店，担心有人闹事砸店，特意前来值守。随后他直言腹中饥饿，想要饮用快乐肥宅水。花卷贴心提醒饮品不宜多喝，容易发胖，士兵却毫不在意，称自己常年操练，无惧身形走样，十分珍惜这份美味。士兵打趣询问花卷是否做起了慈善，花卷笑着自嘲，善待客人于他而言和行善无异。士兵连忙表明自己可以踏实干活，包揽店内所有杂活。一旁的小孩也争抢干活的机会，花卷连忙制止二人打闹，温柔安抚孩童。小孩吃完美食后感动落泪，直言从未吃过这般好吃的东西，夸赞花卷是心底最善良的仙女姐姐。花卷温柔叮嘱他守住小店的秘密，不要对外宣扬。众人用餐完毕，纷纷感慨小店美食堪比鲜味，治愈又惬意。不久后，大叔折返回来，和花卷闲聊说起前朝有位大官逃难至村中，曾暂住自家几日，临走时留下一只官窑碗，自己因碗样式精致，便一直留存至今。花卷查验后确认是前朝官窑碗，只是年代久远，如今已然不值高价。大叔却执意将家中最珍贵的这只碗赠予花卷。花卷十分喜爱这份礼物，同时告知大叔，现代各式杯碗、花瓶品类繁多，样式精美，官窑器物也随处可见。他心生一计，让大叔拿着旧碗去兑换精致的杯碗花瓶，若能换到官窑器物更佳，并承诺次日备好美食答谢他。大叔欣然应允，他是帮他办事。大叔回家后，家人得知花卷收下礼物，终于放下愧疚。此前家中贫寒，一度打算卖掉孙女大妞换钱度日。大妞满心惶恐，不愿离开爷爷奶奶，一心想要留在小店报答花卷的善意。家人十分纠结，感念早已亏欠花卷良多，不愿再增添麻烦。次日，大叔的老伴亲自登门品尝美食，亲身感受过后，由衷赞叹小店吃食堪比仙品，连盛放食物的木盒都精致考究，让人赏心悦目。故事最后，画面归于温柔静好的日常，花灯静立窗台，晚风轻柔，蒲公英随风轻扬，云朵舒展慵懒，阳光缓缓爬过木质窗台，一杯温软苦茶相伴，平凡日常，满是温柔与治愈。